持人赵川。这里是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的现场，欢迎各位的到来，欢迎你们！来看看今天请来的几位老师是谁？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左岩老师，欢迎；著名的媒体评论人于博宏于老师，欢迎；著名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，欢迎；著名节目主持人涂磊老师，欢迎。来吧，接下来一起来分享4位老师的人生智慧，了解一下这对嘉宾遭遇了怎样的情感困惑。当初我什么都不要了，不管不顾的投奔他，他答应以后会对我好，可是现在什么事我都得迁就他。我知道他不容易，可是我很努力为我们这个家付出，以后肯定会过上好日子的。对我不好也就算了，就连对孩子的应该有的责任也没有做到，一点担当都没有，我对他已经失望透顶了。我现在压力也很大，有些事不是我能左右的，我也希望我们能过得更好。我一直在努力，他为什么不能理解我一下呢？掌声有请这对夫妻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欧30岁，来自广东公司职员；女嘉宾小张29岁，来自广东公司职员。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小张在这个短片里说，你是不顾一切的嫁给了他，是吧？对。这个不顾一切，我们怎么理解呢？我们朋友婚礼上认识的嘛。认识他之前的话，我是自己在梅州有开一家店，而且我当时的收入还不错。就是因为想去广州追他，我就把店盘了。后来呢？除了有3个多月吧，他就带我回家见他父母。但其实我挺尴尬的，因为见他父母的时候，我感觉不出来他家里对我的态度像对一个儿子带回来的女朋友那样，甚至连对待一个普通的客人的感觉都没有，很委屈的。这个慢慢的相处，有些人可能就是慢热。回来之后我也问过他这个问题，他也确实这么回答我的，慢慢以后会好，我也信了。后来我们又相处了有3个多月，领证的。结婚了是吧？对。他跟我说，我们先结婚，爸妈肯定会慢慢喜欢上你的。那个意思就是你们领证的时候，他的父母还不太喜欢你，是这意思吗？对。对你们的婚事，他们是什么态度啊？他的父母不同意，不祝福，但前提是我不知道。您并不知道他父母不同意、不祝福你们的婚姻，然后你们俩就结婚了，是这意思吗？对，而且我们是裸婚，我们没有婚礼。大家看我的手，看我耳朵，看我脖子，像不像一个结了婚的人？其实我觉得那不重要吧，相爱就好。相爱吗？现在我们除了有一张结婚证，有一个1岁多的小孩。我父母知道我领了证，我甚至不知道他家里的亲戚知不知道他已经结婚。这个我问问先生啊，他好像觉得没有人知道你们结婚这件事儿，是吗？当时是这样的，因为当时我妈给我介绍一个对象，然后我不喜欢嘛，就想能尽快跟他结婚，能摆脱相亲这种动作嘛，偷偷的把那个户口本拿出来了，跟他去领证了。也就是说你结婚的时候，你父母并不知道，是这意思吗？对，当时是不知道的，然后后面知道了，就他很生气嘛。那现在孩子不都1岁多了，父母现在关系改善了吗？就因为他当初偷户口本出来跟我偷领证，可能已经触犯到他母亲的底线，他母亲把户口本藏起来了。孩子1岁多，马上快3岁了嘛。快上幼儿园的，没有户口本，你做什么事都不方便。就因为这事，我跟他曾经商量过，你好好低个头，跟母亲认个错。他怎么回答我？要去你自己去。这是什么？就我跟我妈关系不太好，反正闹得挺僵的，就我也有难处，就很难解决的一件事。那你把户口迁出不就完了吗？我说先把孩子户口上在我家里，你是不是也不同意？那肯定不可以啊！那我也有传统思想，那想自己孩子上到自己这边户口啊。那你跟你妈说了没有啊？就说了，他这是肯定知道的。那我上户口为什么不给上呢？他就是不认同他嘛。你们俩的关系怎么样啊？我感觉肯定是越来越糟了，很多事情他都不跟我商量。比如说呢？之前。就前段时间，就我们来节目组之前，我小孩发高烧，因为我自己一个女的，
做一个仓库管理员，我工资其实很低很低的，但是我公司是同意我带着我小孩去上班的。啊，然后我的工资是每个月拿来做我们的生活开销，但房租是他给的。然后那天小孩发高烧，我实在没有钱，我就去拿他存钱的那张卡，然后我就发现卡里面就少了1万多块钱，我就问他，然后他就告诉我亲戚借走了。我就觉得你什么事你都太不尊重我了，最起码应该跟我商量。您觉得不被尊重是吧？对，当时是因为我亲戚得了重病嘛，情况比较急，问我有没有钱，但是就算借出去了也还有剩余嘛，那我就帮他一下。他说2个月后还给我，那钱还了吗？谁家没拿？你甚至连借条你都没跟他写，谁家没个难处啊？不是，我听下来的重点不是说你有没有把钱借给别人，这个钱有没有回来，你妻子的重点是在于说。你把钱借出去了，你应该跟我商量一下。对，至少我应该有知情权。那我觉得他说了2个月后还嘛，但就没有跟他说。这个细节让妻子觉得说丈夫不尊重，当然心里委屈了。除了这个事儿，还有什么让你觉得这么绝望呢？我们是在广州租房子住的，然后房东到期之后，他是最近要涨我们房租。涨房租了。其实我们觉得压力挺大的。但是我觉得搬一个地方真的是太辛苦了，而且又带着一个孩子，让他去适应一个新的环境，我就宁愿花多那几百块钱。但是当时他就因为这个事跟我吵起来了，我最近没有拧过他，我们还是搬了。搬家的时候，我们现在住6楼，我当时是这样抱着小孩，后面背着个包，手上还拎着东西上去了。我们心里说多有多，说少也不少，就为了省那几百块钱，还有那几百块钱的搬家费用，我就做了一个搬运工。那我也有搬啊，我只不过就是为了省那几百块钱，别人帮我们搬这个钱嘛，然后钱可以挣吗？洗衣机那些我你有当我是一个妻子吗？亲爱的，不要哭了，亲爱的。对，讲的是生活当中的一些无奈哈，实际。就是先生可能有先生的想法是吧？但是妻子这儿就觉得你太过分了，所以他的委屈是一点一点被堆积起来的，你能理解吗？就是我可以一心一意的跟你过日子，但是你应该尊重我，你应该懂得疼我。但是你那个心情我也可以理解，就是大家都挺辛苦的，我们能省一点是一点，老百姓咱过日子不都这么过吗？是吧？所以在这个问题上，你又觉得从不尊重现在就到不疼爱了，是吧？就是他不太在乎你的感受，是不是？结了婚之后，我从来没有感觉他理解过我的感受。之前我生小孩的时候，我先生就只有7天的陪产假，我是剖腹产，因为我是在娘家里坐了月子嘛，然后我父母是要自己带个孙子的，我自己大哥大嫂他们是在外面上班，我妈白天确实是很照顾我，但晚上她实在没办法了，小孩很闹腾的，1个小时半个小时洗一次，我捂着肚子起来又要喂奶又要换尿包。不容易，不容易。所以当时我拍那短片的时候，我也觉得我的腰直不起来，非常非常疼的。理解。孩子现在是2个人带，还是就是妻子自己带啊？我不否认我先生很疼爱我的孩子，但是我接受不了的就是他不能理解我带孩子的那一种苦，还有对我的不尊重。我放弃了我所有，来到这里跟了他。可是结了婚之后，你答应我的事，你从来不去办。好，婚礼我不要，戒指我也不要。但是我们的孩子，你为什么从来不为他去考虑这个事情？来，我问问先生啊，你母亲到底对你媳妇儿有什么意见呢？其实当时我带她回家里的时候嘛，我母亲也跟我说过，她比较瘦，她还性格比较直嘛，她瘦不会生小孩。然后她抽烟嘛。跟他介绍给我的那个女孩，然后相比起来，他就是不喜欢她。哦，但是你喜欢她是吧？对。哎，她现在有这么多的抱怨，你怎么看啊？但是很多事情不是我能左右的。不是你自己能做的事情，你有没有想过？有。啊，那你说做些什么事吗？其实我对她也挺好，有时候帮她晚上洗头啊、剪脚趾甲，一些生活琐碎，我煮饭啊这些我都会做。这个你承认是吧？对。先生可能心里也有委屈，就是你看我也在做呀，我也很细致很体贴，你为什么还有那么大的一个抱怨？
那除此之外，你还有想过生活要怎么改变吗？我就希望我能尽量挣多点钱。我知道我是欠他的，我欠他很多，我知道他很辛苦，其实我也很难，对吧？我每天也要上班。你上班，我不上班吗？没错，我知道。我不挣钱吗？我不带孩子吗？我就每天个月底让你请3天的假带着孩子，你都不干。我的钱不是钱吗？我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吗？什么意思？他每个月有3天会比较忙，就是有一次嘛，他带着小孩子，然后没有看他比较忙嘛，然后小孩子爬上很高的楼梯去了，差点就摔倒了啊。然后他就很害怕，然后他就说能不能让我去带一下孩子？那我上班的时间就每一周也是周1到周5嘛，那我公司是不允许带小孩子过来的，对不对？我也没办法，但是我妈这边这种关系的话，就根本就融入不了嘛。就没办法，一直都在说妈妈，爸爸呢？他爸做不了主，什么都听他妈的。我也是挺难的，反正。妈妈有看过这个孙女儿吗？有来过，但是并不是说看，她是来找我，然后后面那是你妈的错吗？你好好想过跟你妈聊聊我们的关系吗？找你聊什么呢？就找我不要跟她在一起了。现在还是这个意见和态度吗？对。为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你们俩现在的关系，客观评价是一种什么状态？你觉得？你恨他吗？恨。你恨他什么？恨他的不理解、不尊重。不理解、不尊重。你后悔嫁他吗？不后悔。不后悔。你后悔你们很快的闪婚，然后在不被家人祝福甚至强力反对的情况下又要了孩子吗？不后悔。同样的问题，你后悔娶她吗？不后悔。你后悔有现在的孩子吗？现在孩子很好啊，很可爱啊。用一个词来形容你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状态，你们会选择什么词？无路可走。先生。一丝希望。一丝希望啊，那就说说那一丝希望在哪儿吧。在我身上。在你身上，你是了解的。对于他现在所有的这种抱怨啊、苦痛啊，你能理解吗？理解。但是你又觉得没有力量改变，是吗？对。所以今天我们是以一个爱的话题进入的啊。在我看来，可能更需要一些生活智慧和解决的方式。其实今天妻子在场上表现出的这个状态，站在我这个角度，我是能够理解的。作为旁观者，可能看得清晰一些。所以，对你先生最大的抱怨是他在很多事情上不作为，对吧？对。你没有看到他的努力，是不是？是。虽然在生活细节里他可能会照顾你很好，但是你觉得这些对你的照顾，并不足以来解决你们在生活当中更现实、更难的那一部分的生活际遇，对吧？对。就打内心来说，你想搬那个家吗？想啊，因为我想的是搬到另外一边，也能离他的工作的地方会比较近。这个你跟他沟通过吗？没有。所以刚才他给到我们一个提示啊，就是他想搬家，你说我不想搬，你为什么不多花几百块钱让我们继续住在这儿，不要让孩子漂泊，让我漂泊？但是你先生刚才给了一个理由，是说其实搬到那儿离你上班会近一些。看来在搬家这么大的问题上，你们也没有沟通过，是吧？对。结婚的主意是谁拿的？我拿的。所以说你特别愿意拿主意，是吧？你有想过跟他离婚吗？绝望的时候想过。这个念头多吗？10次会有3次。你想过吗？没有。所以你会发现，这实际上面是2个还挺上进的年轻人，在我看来，他们自己养育自己的孩子，虽然很困难，虽然他们内部有争吵、有纷争，但是他们没有想过说把这个孩子推给自己的父母，把自己做父母的责任推给上一代去，没有，是吧？客观上是因为靠不住啊，说那个他们的父母可能靠不住，要不然是因为远，要不然是因为母子关系不好，但主观上面他们也没有这么想，所以他们很独立，对吧？第2个是妻子其实要求一种更好的家庭互动的氛围和关系，所以他反复强调尊重。
理解。我们同时其实可以看到，再好的家庭，再好的情感，其实人在碰到事儿的时候，在情绪当中的时候，都有一种毁灭心理。所以即使是这样，妻子还会说，我30%的时候，我会想到要跟这个家伙离婚。但是你问他说后悔吗？他又并不后悔。一方面是对现实生活他觉得无奈、绝望，另外一方面他们又努力的去生活着。我觉得这个背后其实是有一些可以调整的东西的。听听老师们怎么帮助你们，好吧？好。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。姑娘，你没有名分呀！不光你没有名分，你的女儿也没有名分。你没名没分的嫁到他们家。我不是说女人不能裸婚啊，如果因为爱可以裸婚，但是不能没名分。这个名分不仅仅是结婚证上的你的名字和我的名字，而是你的家族是否承认我。你看啊，姑娘，你刚刚在这儿哭的其实是2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就是他经济条件不好，第二，他母亲对你的不接纳。你刚开始说你不知道他父母反对啊，然后我们就结婚了。我们一个女生嫁给一个男人，难道不应该多跟对方的家庭交流吗？不应该让对方的父母认可我们之后，我才会嫁给他吗？所以你是知道的，你知道他母亲并没有认可你，你还要跟他结婚。那今天站在这儿痛哭流涕，你到底是哭你的委屈，哭他对你不好，还是哭你自己呢？我们再来说说男生啊，谁的错呀？我的错。谁的父母谁去沟通，谁的妈谁摆平。你刚刚跟我们讲，你说哎呀，我跟我妈关系也不好，所以呢，就得你去跟我妈沟通。她跟你妈关系能比你跟你妈关系好啊？作为你的母亲，她会直观的认为，就是因为这个女人让我的儿子忤逆我，我白养了他这么多年，竟然敢偷户口本出去跟他领证结婚，我为什么要承认他？从结婚到现在，我一面都没见过。你们有认这个妈吗？他凭什么要认你们？谁的错啊？我的错。你的妻子没有名分，你的孩子也没有名分，你们打架打到我们这儿来了，是我们能解决得了名分的事情吗？出一个主意解决你们现在最大的困境。每一个母亲都是爱自己的孩子的，那是她的骨血，这个孙女儿是她的亲孙女儿。从下个礼拜开始，每个礼拜天提着吃的菜，家里用的，领着孩子，每个礼拜天回家，不管你妈理不理你，进门就做饭，好，吃完就洗碗。你不是给她剪指甲吗？给你妈剪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尽尽你们的孝道，不超过3个礼拜，你妈那户口本要不给你，你过来找我，好吗？好。你也是一样的，没有后悔药。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孝敬公婆。你婆婆只要脸笑了，你那3天带孩子就有人给你带了。所以现在跑我们这儿哭有意义吗？回家自己去解决自己的问题，好吧？好。祝你们幸福。好，谢谢左岩老师。左岩老师刚才说的很对，你们的泪眼，
我确实挺心疼的，能想到那个情境，一边带着孩子一边上班，这作为任何一个当过妈的女人来说，这都是一个10级以上的挑战难度。但是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，其实80%的原因是你的选择。所以人家不老说嘛，自己选的路跪着也得走完。那现在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委屈的点到底在哪里？你一开始盲目的追他到广州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盘掉你曾经自己的那个小店，来到广州，有没有一技之长能够支撑你生活下去？你投奔的这个男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？我说这些话现在来说是有点马后炮，但这些话我是说给所有电视机前的看节目的这些女孩们。我们盲目追求爱情没有错，但是你本以为你嫁给了爱情，最后却输给了现实。就是你在走这一步之前，你有没有想好，到了广州之后你以什么为生？你全靠他吗？他有能力养你吗？好，就算有，你要跟他结婚，去他的家里面拜访他的家长。现在有很多女生就是一到男方的家里面，首先自带一种权力争夺者的这种的感觉进入家门，跟未来的婆婆说话性格特别直，什么让吃这个不吃，让吃那个不吃啊，我们家就这样。其实这就是自带一种权力的争夺。我来就是想要跟你证明，你儿子爱我，他可以对我好一辈子。当然可能不是有这个心，但是你表现出来的就是对他母亲的尊重。这不排除他母亲本来心里面有心仪的人选，对你是戴着有色眼镜的，可是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，你明白吗？如果我们作为晚辈不先对长辈低下头，就觉得只要这个男人爱我就够了，我们俩结婚跟你们家有什么关系啊？那你放心，这个家人，这个家庭的家人一定不会接受你的。所以你一开始就带着一种高傲的心，你觉得我为了你已经放弃了我自己的生意，那么好的生意，我来到这儿，你妈还不同意你跟我结婚？你一定有这样的心理。从来没有。那就算你没有，到现在目前为止，你难道不知道你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人吗？他跟他妈妈关系怎么样？如果他解不了这个结，你为了你的生活能够好过一点，你为什么不去主动解这个结呢？只见过一面，我希望就是永远都是自己先找自己的问题。你想没想过你委屈的点在哪？你到底因为什么委屈？比如说现在我跟我的婆婆把关系和解了，我就不委屈了，我就觉得这日子有希望了。那好，那就朝这些目标去做。你要想到去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。你不能什么都指望扔给他，让他去解决这个问题，因为你找了一个什么样的人，嫁了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你最清楚，对不对？我今天说这些话是因为我真心的心疼你，我是希望你明白自己的委屈在哪里之后，想办法去把这些委屈一个一个解决掉，让你的生活有希望。我没有什么多说的，因为他所有的问题都明白，但他想不到解决方法，那就是一个笨男人。那怎么办？我们嫁给了这样的男人怎么办呢？离你也离不开，对不对？所以学会想一想自己的委屈在哪，然后去想解决的办法。不要每天就生活在哭声和泪水中，觉得自己很苦很委屈。你越苦越委屈，你越找不到解决的方法，好吗？好，谢谢邵娜老师。来，涂老师，生的反义词是什么？死。对。就你说的无路可退呗。但生还有一个反义词叫熟。对。所以你这人是一个很生硬的人，你就一根筋。我要是跟他母亲之间的问题不解决，我就是剩个死。而且他母亲这问题还必须他去解决。你是单一思维的人，你必须换一个想法。所以就像刚才你所说的，在常人眼里就认为生的反义词就是死，在吃货的眼里生的反义词就是熟。你现在就差跟这个家庭的熟络。
你第一，你要认识清楚，你所嫁的这个男人是个好男人，但不够勇敢，你认可吧？第二，你今天哭得稀里哗啦，你很痛苦是吧？我特委屈。对。你现在感觉到有多痛苦？他母亲当初被他偷掉户口本跟你结婚，他的母亲的痛苦跟你是一样的。人家养了多少年的儿子，你来了1年多就把我的儿子掳走了，他的痛苦跟你的痛苦是一样的。就像将来你的女儿偷户口本跟别的男人结婚，你的痛苦跟今日也是一样的。从某个角度上来说，你们应该有彼此了解的基础。你要是不信，你跟他母亲一聊聊，哎呀，你这儿子呀，结婚之后不尊重你，不为我着想。现在我跟他结了婚之后，我才能理解当初我们做了多么不应该的事情。我们偷户口本同样是不尊重你，你们俩就可以聊得起来了。所以，第2步要做的不是去买菜做饭，那是第3步的事情。第2步最需要做的是给他母亲下台的台阶，一家3口郑重的去家里赔礼道歉，接着才是买菜做饭的事儿。先认错，不丢人，明白吗？明白。第3点，不管如何，即便是跟他母亲和好了，也要有独立生活的勇气，而不要以为和好了我就可以依靠老母亲。就这。我觉得一个成年人完全有权利来决定自己是否结婚和谁结婚，任何一个另外的成年人都不能以任何的方式来阻止他们在一起，这大概是一个有法律精神吧。再回到中国人本质所说的爱，我们谈到最核心的爱，父母对子女的爱就是放开，是为了放手让他独立，而不是拢在身边，这不存在什么掠夺。恰恰我觉得你母亲的做法是适当的。第2个层面我是认同的，我们去完善跟母亲的关系是没问题的，但是在一些基本的法律层面的精神上面，家庭还是要讲这个的。大概我们太混淆了家庭和法律的关系，所以带出来了一系列的混乱。我本人就认为，这段婚姻有一部分的痛苦就来自于这种混乱。我不是说要鼓励你们去跟母亲作对，而是说在这个困境当中，你们确实是有困境，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这个解决困境的方式的。我觉得承认一个困境是对的，就像有的老师说的一样，你的先生就是这么一个先生，他解决不好这一系列的问题。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在生活里就是这样，越是那个有力量的人，你会发现他非常的委屈，因为好多事要他承担。可是你选择了吗？老师们说的不能后悔，我的理解在这儿，就是在这个关系当中，其实你是一个强者。我觉得这件事完全可以大明大放的坐在桌上跟妈妈谈，我就要娶她，是2个人一起去谈，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。其实你们面对了家庭那么大的阻力能走在一起，而且现在你们日子过得还不错。我指的不错是相比很多也许经济上很富足，但是可能在心上面是背靠背这样的家庭来说，你们过得还不错，你们还想好好过。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老师们所说的，你们要找你们生活的希望和生活的动力。男生要多想办法。我觉得男生有一个问题你没想清楚，户口可以先迁到他们家吗？工作也可以先到女方家里面去发展吧。他可以重新把店开起来嘛？只要夫妻是和睦的，对孩子是好的，逢年过节我们就去看爸爸妈妈，我们挣了钱就给爸爸妈妈寄点钱呀，我们有时间的时候就回家看爸爸妈妈呀。这跟我们是不是要他们祝福我们的婚姻是2件事儿。我尽我的孝，我的婚姻是我自己的。如果你已经选择了这条路，就这么做。所以我说听着难受就在这儿，就是我们的父母太爱用爱这件事儿来绑架我们的孩子。如果你真的爱他，他爱一个他自己喜欢的人，为什么不放手让他去呢？这是观点的不同啊，我仅表达我个人的一个观点。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
老婆，就我知道你很不容易，对，我欠你的太多了，包括小孩子出生的时候，坐月子那时候我不在你身边，对，现在老幺也不好，对，你才老觉得挺对不起你的。我跟我妈的关系嘛，我们一起去缓和这段关系，我会主动跟我妈说，跟我妈谈。我想我们的日子你做事跟我商量就行啊。一定会的，一定会的。谢谢两位的分享啊！记住他最后说那句话是什么吗？什么事要跟他商量。哦，还有，人家想告诉你，人家那不是老幺，是小幺，是吧？好了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，谢谢你们。来看这对夫妻的选择，请开门。来，我们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我以后会对你好的，相信我好不好？你很美，你知道吗？不哭了，好不好？今天你是最漂亮。来，请亮灯吧。啊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，谢谢你。哎，我再看他们的时候，脑海里面是一幅画面啊。左边的画面是一个男人背着一个冰箱，这边是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孩子，拎着一个箱子往6楼爬。不同的镜头关系处理下来是不一样的。如果是一个特写，是一个女人在哭泣，你会怎么想？如果是另一个特写，是一个男人在哭泣，你会怎么想？如果还是一个特写，两个人放在一起是2张脸笑笑的，你会怎么想？同样一幅生活场景，其实你换一个角度去看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如果这夫妻之间是有商量，就不会在这个舞台上说那句话：我抱着孩子搬家多苦。男的说我是背着冰箱往上走的。大家想想，各有各的辛苦。但如果在搬家之前，男生能告诉他说，我们搬家不就是为让你更近一些吗？而不是为了省那几个钱。如果女生会跟男生说，其实我知道你的辛苦，但是孩子经不起折腾，我们有没有其他的方案？也许搬家的结果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后来想明白，女生到底在要什么？要的就是那份我抛弃一切跟你在一起，之后你也能把你的心给我的感觉。希望今天的节目对他们有所帮助吧，了解下一对的基本情况。他是我的初恋，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我就决定要对他好了。我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他，让他觉得跟我在一起是幸福的。他一开始对我是挺好的，让我觉得特别感动，但是后来这种好慢慢的就变成了一种负担，让我越来越有压力。我的世界里全部都是他，我也希望他的世界里也只有我一个人，但他好像并不愿意这样，还经常因为这个跟我吵架。他情商太低了，
他所做的很多行为越来越让我觉得幼稚可笑。他根本不会谈恋爱，我现在觉得特别累。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小徐，25岁，来自辽宁服务员；女嘉宾小梁，22岁，来自辽宁学生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！主持人好。谈了多久恋爱2年零4个月。哇，记得这么清楚哈！怎么认识的？是我同学的对象，是他的哥们儿。然后当时我是和上一个对象刚分手的状态，然后他们是想让我换一个心情嘛，然后就是介绍我们俩认识。一开始只是想当个普通朋友处着，没说往对象那方面发展呢。后来呢？后来就是他见着我可能。你说你见了人怎么了？他长得就是特别的好看，而且特别爱笑，当时，然后一笑。失恋的时候也爱笑哈。对，我就特别的喜欢，追能有2个多月吧，然后就给追到手了。小片里说对你很好是吧？对，他一开始对我真的是特别好，我就是从来没有感觉到有人对我这么好过。后来呢？就是从我们俩刚开始处的时候，他就让我把手机密码告诉他，然后指纹也都设成他的，然后他就是趁我不知道的时候。去把我微信里的男生都给我删了，这是为什么？那哥，那我觉得只要有了我，那别的人都无所谓呀。那跟他干嘛呀？那有我就够了呀。哎呀，哪个带头鼓的掌啊？要不然你们俩也上来说说吧。有意思啊！有了你，其他的都可以不要了，是吧？对呀，我觉得。我对他那么好，有我就够了。我觉得，就算他不跟我说这件事儿，或者说他不给我删掉，我也不会去主动跟这些男生聊天或者怎么着。我不是那样一个人。然后他这样，我就觉得这个人太不信任我了。我倒没有什么不信任哥，那主要是可能我有点小心眼儿。那我就觉得，只要有我异性什么的，就不应该存在。你手机里有异性吗？我手机里。现在只剩8个人，那为什么有了他还存在那么多8个异性呢？8个人，其他就是有她闺蜜，再就是有我爸妈、我家亲戚，其他都没了。对，没有了。行吧，就是在我的世界里只有你，我也希望你的世界里只有我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然后后来就是他本来在营口嘛，有一个就是比较稳定的工作啊，我觉得异地也没什么，只要我们俩感情可以的话，没事儿的。然后就是知会都不跟我知会一声，把那纸给辞了，拖着行李箱就跑大连来找我来了。我还在上学，他跑到我学校去给我陪读去了。就是我上课，他就陪着我上课；我上自习陪我上自习；我上图书馆陪我上图书馆；我参加活动陪我参加活动。就是我上个厕所，他都得站在厕所门外等着我。一开始觉得可能还挺甜蜜的啊，秀个恩爱什么的，后来就觉得这感觉像是在监视我。你这是重读大学哈？没有说像他说的那么严重。我觉得2个人异地恋的话，就感觉特别没有保障啊。然后为了他们，我屁颠就到这来了，然后就找他们，想给他个惊喜。就当时还挺好，就你过后了就反感了。反正天天陪他上课是吧？那你怎么保证你的生活来源呢？就是为了白天可以多陪他嘛，我找了一份晚上的工作，然后就是晚上上班，白天陪他就可以了。哎呀，你看人这孩子为了爱情哈。你说每个人的大学的时光都是挺宝贵的，挺珍惜的。我本来和我室友啊和同学处的都挺好的。你说大学嘛，也就是上课这点时间能和同学关系亲近嘛。他来了之后，我室友啊同学都不跟我坐在一块儿了。不能像他那样说。上大学的时候4年我就没有谈恋爱，我就觉得我人生有遗憾。这不正好跟他在一起吗？我觉得弥补一下我这个遗憾，而且。
怎么出去玩又怎么地，就不带她不告她的那种感觉。然后我闺蜜带了几个男生，这个事儿我一开始不知道，她的目的也是大家能玩得开心一点，热闹热闹。然后这也没什么吧，青年男女。这事儿你得让我讲。他带她吃完饭了，然后就去酒吧什么地方去玩去了。当时我也不知道啊，但是后来我看到她闺蜜发了一个朋友圈，然后我发现朋友圈她俩旁边还有2个男的跟他们一起。那我能让吗？我当时我就炸了，我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，他也不接，后来我就跟他激闹上，那你也不能爱我呀。然后他就觉得我闺蜜黏着我了，你知道他过分到什么地步？他给我闺蜜介绍对象，就是把他的哥们儿朋友全介绍给我闺蜜，我就觉得他有点太过分了。我觉得我这样做也是好心，好心好心。她闺蜜的话就是特别爱玩，她也不爱找对象。我爸都说了，就像她这样的女人，就是应该提前救她出苦海，让她老实老实。你看你把人闺蜜说的哈，就是我闺蜜这个人，她就属于想自由自在、潇洒一点嘛。然后她一开始就特别反感不和她的朋友见面，后来就是连我就躲着，怕一和我俩站在一块儿，她就给她介绍对象。所以这个恋爱谈的等于有了她真的失去了全世界的。对，我就是现在我一点外在的空间都没有了，我的世界就只有她了。那你还有其他的这个生活吗？后来就是我开始做微商嘛，我就是想多赚点零花钱。这事儿吧，我一开始我跟她说了，她答应的可好了啊，就说啊这方面我肯定去理解你。然后呢，等我一跟男顾客聊天，她就从头到尾的给我翻到底，就那个聊天记录。有的时候你说你做微商，你是服务人家的，你肯定你的语气得好嘛，细声细气儿什么的。他就是说风凉话，就说哎，你看你这个语气，真是你跟我都没这个语气。我真的是我就觉得心口不一，一开始答应我答应的好好的。那我觉得。就女的买的护肤品比较多，那男的你用不上啊。就是再说了，我爸都说了，那女人就应该搁家养着，就男的就挣钱就够了，你出去干嘛呀？爸说。然后做微商嘛，出去地推，然后我就收拾的干净利索的，穿的是一个我觉得很正常的一字肩的衣服，然后我就出去了。他知道了之后，就说了一些特别难听的话，就说你出去用得着收拾怎么样？你说我要是收拾的不干净。是挺干净，就是露的挺干净，我感觉。没有，主持人，我就是一件普通的一字肩的衣服。明白，反正这小子就特别在乎你呗，是吧？对，这我真的是就是严重受限我的行动。然后他每次一发工资，就看我的淘宝浏览记录。就是你说女生嘛，你看的东西肯定特别多，但是这些东西都不一定是你真正想买的，或者说怎么着的。他就一发工资。工资钱全给我花在淘宝上面了。我是不是对他好？就是他看完了记录，那我就觉得他喜欢呗，那我就直接给他一起买了嘛。那我就大包小裹我就给他了，然后他就跟我赖着。他愿意帮你清空购物车是吧？我就不放在购物车里，也管清。对，我就只是浏览了一下，他就因为淘宝不是下拉不就能看见吗？那我这不是细心吗？我对你多好啊！我容易吗？你还这样对我？对，就是这个钱吧，他不是发工资嘛，一个月也就3、4千块钱就全买了，他完全不为接下。那以后就别在淘宝上看了嘛。女生也控制不住嘛，就我真的不是为了让他给我买什么东西，我就傻小子，你听明白没有？那就因为他控制不住，我都控制不住了。他看好了我就买。然后我也能感激，就是他没钱，他也知道给我买，但是呢，他会要求我，就是逼我。你收下之后，你得发朋友圈，你得去炫耀。你说本来我挺感动一个事儿，到他这儿就变成了就是，我就觉得像有目的性的啊。那我对你那么好，给你买这买那，你是不是应该炫耀一些？你看我感觉我就是这一辈子这世上就是对你最好的人，那你不应该告诉他啊，我对象对我这好那好的，就是就是到最后就像是我像一个哄小孩的似的，我就感觉他妈我还得为他操心这个，就是你将来钱怎么花，完了之后我还得哄着他啊，要不然的话他就跟我生气，而且最主要的是。过一段时间，就是买完这些东西，过一段时间他没钱了，他就会说：“哎呦，你看我这钱都给你花了。”就这么样说话，你说气人不？那我这么说，我不是想求表扬吗？你父母见过这小子吗？知道？见过，就这件事让我最生气，我就见父母生气是吧？不是见父母，就是他这个人情商特别低，而且就是特别不会为人处事儿。就是我家有2套房子在大连，在一个小区之中，然后呢，一套是我和我爸妈一起住，另一套在那空闲着。他来之后呢，我寻思不让他就是再额外的花钱去租房子嘛，也挺贵的。我就跟我爸妈商量，就是这个房子先给他住着，
我爸妈也同意，但是就是不允许我跟他一起住。然后呢，他就是在路上，我们在一个小区嘛，在路上见着我爸妈都不打招呼的，就跟没看见似的。这为什么？哥，这个我得解释一下，就是每回看到他爸他妈，他爸那眼神都像要吃了我似的，就是我每回看到了就他就是啊，你把我闺娘拐跑了，你等着，你小子你别走。就每回看到他爹，我这腿我都打颤，我都不敢走，我都。真颤吗？真颤。就是、对啊，霸占人家的房子，霸占人家的闺女，你打个招呼嘛。我就觉得我爸妈对他也算是挺好的了，然后他就这样，然后呢，就是真的是忍无可忍的地步，就是我家那套房，他住的那套房子是2室1厅嘛，他在没有跟任何人商量，他都没告诉我一声，就把这套房子给租出去了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他把他同事给招用来了。你拿那房子挣钱了，是这意思吧？主要就是他那个房子不是2室1厅嘛，一个人太空了。再就是我室友他也嫌着那个寝室他不好，然后也想租个房子，就当时就这么巧。那我寻思你也来陪我吧，这样我还能挣钱。最主要是我挣完钱，我不也是花在他身上吗？那我爸都说了，你在有限时间内你挣更多的钱，那就是你能力。我觉得我是好心嘛，挣完的钱我都给他了。对，然后拿我家房子出租的钱给我了，有这样的道理吗？他有什么权利这么做？你爸妈知道吗？我没敢告诉他，我是怎么告的？但是我就算不告他，我现在已经受不了了。哎，你们俩谈了有2年了？2年4个月嘛。2年4个月，他现在还是这么一如既往的对你好？我都不知道这个好是不是应该打引号的好，就是越来越管着我，管得我越来越死。是不是觉得好像像在一个牢笼里一样哈？对对。要娶她哈？对呀。你要失去她，你接受吗？不接受。失去她，你还能活吗？不能。得了，你们的压力大了，各位老师。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哎，他要是收了个礼物，要发朋友圈是吧？对。但是他发朋友圈没有用啊，他朋友圈里没有人啊，对吧？男的都让你删了，女的可能也会让你删了。他是一个成年人，他应该也必须自己去上课，自己去工作，自己去面对生活和客户，自己站在这个舞台上和所有人交流。刚才不是和赵传老师聊得挺好的吗？我也没看你有意见呀。赵老师对你不是威胁，但是其他人都不行。下边坐的小哥哥，是吧？绝对不能让他们看见你女朋友。你是一个占有欲极强的人，占有欲是因为害怕失去。对，我非常怕失去他。但是，一把沙抓得越紧，那沙子就会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，最后就没了。他现在就属于这种状态，他要逃跑。他如果嫁给你，你一如既往的有现在这样的表现，他就会失去全世界。你觉得作为一个女生，她是会选择失去一个人，还是失去全世界呢？是你，你怎么选？你以爱的名义挟持了他，他爸瞅你能顺眼？作为一个成年人，你要非常清晰地认识自己是谁，自己能做什么，自己拥有什么，而不是大言不惭地站在舞台上告诉我们：我养他，你拿什么养他？拿他自己家的房子的房租吗？我如果没听错的话，我们现在月薪差不多3000块钱左右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其实挣的少啊多呀都无所谓的，关键是你要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和心态，面对爱情，面对生活。他是一个人，独立的人，他有自己的思想，有自己的行为准则，请你尊重每一个人，好吗？祝福你们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左岩老师。来，博红兄啊，小伙子，我和你说，你又不是他爸爸，他又不是个孩子，你不好好工作，去陪读干嘛？现在做父母的对未成年人的孩子的手机，我们都尊重，我们都不去检查。她只是你女朋友，你有什么权利去检查她的手机呢？还有一个现代女大学生和异性正常的交往，这有什么问题啊？你有没有考虑过你的这一些做法确实违背了她的意愿？当然我看得出
这个男生是真心喜欢这个女生，但关键你爱的方式是错的。刚才给你鼓掌的都是男的，没女的。爱情当然要有爱情的安全感，但作为一个男性，爱情的安全感从哪里来？来自于相互的信任，来自于你自己给自己的自信。如果有了这2点，你根本不用去想这些什么治标的、治本的这一些办法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波红兄。莎娜老师，刚才你一说到这个，就我爸说了，女人只要负责在家貌美如花就可以了。现在社会啊，这话也是说给所有的女生听的。婚姻关系已经从这个圈养型变成合伙型了。合伙型是什么？我们经济的共享、责任的共担、风险的共担，这种观念你要转变。当然还好，这个女生她不相信她只要在家貌美如花就好了。其实让一个女人完全在家貌美如花，是对她的一个束缚，是对她的毁灭。其次，我们来说你付出这件事儿，拼命的付出，结果就是会毁掉一段关系。因为你一味的拼命的付出，你就会觉得自己有权利。那这边被迫接受享受的这一方就会觉得自己有义务。你拼命付出享受的权利是什么？你要删除你朋友圈所有的男性朋友。所以到最后，拼命接受的这一方，他时间长他就会受不了，他会逃离。因为你在觉得付出的时候，自己好像就高高在上，我为你都付出这么多了，我一颗心全给你，我所有的世界全是你。我为了你，我把我这边的工作辞掉，我去陪读。你爸能做到这样吗？我能。当你有这样的心理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，那我当然有权利要求你做一些事情，因为我是这样对你的，你也应该这样对我。但是孩子，爱情当中不是这样的，你这样对他，你不能要求他一样对你，这是你爱他的方式，可是他爱你的方式不一定是这样的，你不能以你爱他的方式要求全世界都这样来爱你，明白了吗？所以希望你明白，这样的付出是要细水长流的。你爱是可以，但是如果你拼命一股脑的全部甩给他，不管这是不是他要的，那不叫爱，那只是一种自私。如果真的爱他，你要想想他缺什么，他需要什么，用心去爱，去感受，好吗？祝你们幸福，谢谢。谢谢莎娜老师。来，涂老师，没有尊重的付出是一种自我满足，你觉得你这是付出吗？不过是要满足自己嘛。他大言不惭地说我爹说这样，我爹说这样，我不一定觉得这都是你爹说的，还是你利用你爹的说辞来要挟别人。你以为大家都在笑是觉得你很幽默吗？是笑你很可笑。你说你个子也高高大大的，也长得挺帅气的，怎么每天都自以为是呢？恰恰是有很多女生，她间接地认为这是一种付出，所以在最开始才会接受这种付出，才会坠入陷阱。但这种所有的付出的前提条件都建立在你听话，你听话我就对你好，如果你要是不听话，我心里就最容不得你。所以如果当你一旦发现这种所谓的付出其实是一种控制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你已经难以自拔。可能有些女人会说，这年头不会照顾的人的太多了，不细腻的人太多了，所以才会塑造出像这样的男生。他认为你扫过一眼的我都得把他买下来。但是你要知道，男生其实对一个人好，掏心掏肺很容易，你就一直往外掏就行了。但是当你掏干了，你也未必掏得出对方想要的东西。真正的付出一定是在懂得的基础之上，你什么都不懂你就乱往外掏，最后把你掏干净了，你掏无可掏，你怎么办？就像你每个月帮他买了那么多东西之后，那些花呗、那些信用卡谁还？你自己每个月才挣3000多，那钱谁还？我问你，就是家里能拿一部分，你家拿一部分，把别人房子租一部分，是这意思吗？
那么现在你可能还做得了一种平衡和支出，就是你父亲补贴你一部分，你再拿他的房子去补贴一部分。虽然这种补贴的方式是不正常的，那要是将来补贴不了呢？他眼睛扫的东西越来越贵呢，那你怎么办？到那个时候，一旦失去平衡的时候，他就成了一个罪人。所以暂且不跟你说什么很高深的谈恋爱到底应该是怎么懂对方，怎么欣赏对方，你先懂一懂自己好不好？你知不知道自己是谁？如果你要对他好，那你就真心实意的，用细腻的观察，用尊重的视角，力所能及的付出你能够付出。这不是付出啊，这不是爱啊。如果说你以前错认为这是爱的话，其实这就是控制。所以你应该努力的摆脱这种控制。如果爱情和婚姻建立在这上面的话，你会越陷越深，对不对？好，谢谢涂老师。愿意为你放弃全世界，是因为爱；要求别人为你放弃全世界是自私。女生就记住一点：如果一个男人不管他对你多好，用这样的方式离开就对了。男生是初恋是吧？他是。对，送你一句话：初恋时你不懂爱情，所以失败很正常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我承认以前爱你的方式不对，但我真的是第一次谈恋爱，就很多都不会。我希望你能多担待我一点。我就问你能不能改？我会尝试着改。能还是不能？能。怎么改？你说怎么改就怎么改。你别我说，你能不能真诚一点？你还像之前那么控制我吗？我不。你大点声说。我给你自由。怎么给我自由？我再不像以前那么管着你了。你能说的具体一点吗？你可以，你有你的朋友圈，你有你的就是朋友，我都可以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谢谢你们。好了，来看看这对嘉宾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吧，请开门。来，鉴定。问说，我跟他在一起快3年了，头2年呢在一起，去年开始异地，到现在快1年了。前段时间还好好的，天天给我打电话，这几天呢突然对我就很冷漠了，宁可打游戏也不找我，说他很忙。可是呢前几天我打电话给他，却看到他一直给别人回消息，我发给他的消息他看到了却当作没看到，他也不说分手，打电话呢也非常的不耐烦，实在不知道怎么办。异地恋考验的不仅仅是2个人的爱情，还有对对方的需求。那么这样看起来呢，你们实在这份爱情经不起异地的考验。如果还想继续，那
那么首先要结束这样异地的状态。但是我个人感觉，即便结束了，你们的这段爱情也许也不会有结果。再一次的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